Hello，大家好。今天想要跟大家说一个我一直很感兴趣，又有一点神秘的话题，那就是前世。今天的内容呢稍微有一点难，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打开中文或者英文字幕，帮助理解我说的内容。那在视频的最后，我还是会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在今天的视频当中出现的一些有用的词汇。前世中的世呢，指的是人的一生。那我们可以说今世、前世、来世。今世指的就是这一世，从你出生到死亡。然后前世呢，意思就是在你今世出生之前的那一段人生。那如果你死后进入下一段人生，变成一个新的人，那就是来世。这其实呢是符合佛教当中轮回的概念。那轮回的意思呢，就是人在死后，灵魂进入一个新的身体，变成一个新的人，展开一段新的人生。之前呢，我看过一个纪录片，说是在斯里兰卡有一个女孩子记得自己前世的家庭。她知道就是自己前世家庭的情况，然后呢也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这个女孩呢就一直想要让她今世的妈妈带她回到前世的家庭，去找她前世家庭的亲人。那她的妈妈呢没有办法，就找到了寺院的长老。想问一下长老是不是知道女孩描述的那个前世家庭的情况？但是长老呢不知道，于是长老就把他们介绍给一个报纸的记者。那个记者呢就把这个女孩的故事，女孩描述的前世家庭的故事写在了报纸上面，就把这件事情报道了。然后当时呢等于说很多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情，并且呢对这件事情觉得非常的神奇。后来呢就有一个家庭，他们读了报纸以后发现在这个女孩描述的这个描述的事情呢，跟他们家在几年前去世的一个女孩子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呢这个家庭就写信给那个女孩，给女孩那个家庭，就说想要见一见那个女孩。那个前世的家庭呢和女孩现世的这个家庭，就是今世的这个家庭离得非常远，开车呢要6-7个小时。于是记者就带着这个女孩一起去到她前世的家庭。当这个车快要到那个城市的时候，快要到那个前世家庭的那个城市的时候呢，这个女孩就认识了那里的路，并且呢还可以告诉司机你应该往哪里走，你应该左拐，应该怎么去到她的家。但是在今世呢，那个女孩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地方，所以你说是不是非常的神奇？我不能说中国人非常相信前世这样一个说法，但是在中国的民间传说或者一些文学作品当中呢，你确实可以看到有关于前世啊，关于轮回的这样一些内容。那在我很小的时候呢，就有人告诉过我，你如果就是死后在进入下一世之前，你要喝孟婆汤。那喝完这碗汤以后呢，当你再一次变成一个新的人，你就不会记得你前世发生的事情。那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我觉得那斯里兰卡的那个女孩子呢，就一定没有喝孟婆汤，因为她记得前世发生了什么事情。中国有一部经典的小说叫《红楼梦》，可能你听说过。那在这本书当中呢，也提到了前世这样一件事情。这本书的男主人公叫贾宝玉，他的前世呢是一块石头，所以这本书的另一个名字呢叫《石头记》。
这本书的女主人公前世前世呢是一株绛珠草，她叫林黛玉。那所以你看，你的前世呢也不一定是一个人，你可能是一个动物，一棵植物，甚至是外星人。在前世的时候，这块石头因为非常喜欢这株草，所以呢天天给它浇水。后来这块石头转世变成了一个男孩子，就是贾宝玉。那这株草呢就不知道应该怎么报答这块石头每天对他那么好，所以呢他也转世变成了一个女孩子，就是林黛玉，并且决定用一生的眼泪还给贾宝玉，来报答他每天给他浇水的这个恩情。所以呢，在这一世，林黛玉是一个非常爱哭的姑娘。当你不知道她前世的故事的时候呢，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在今世，为什么她那么爱哭，而且一直是为贾宝玉哭呢？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其实我还挺感动的。因为你前世你前世不停地给我浇水，所以呢，这一世我要用一生的眼泪来还你，是不是非常美的一个故事？2002年有一部电影，是一部喜剧，叫《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英文名字叫 Marry My Dead Body。我觉得你们应该可以在 Netflix 上面找到这部电影啊。在这部电影当中呢，有一句很有意思的台词是这么说的，他说：姻缘是天注定的，你和他前世有一段很深刻的感情，你上辈子是他养的一条狗。所以说可能你现在养的宠物，养的一只狗，养的一只猫，可能在你们来世会变成你的妻子，或变成你的丈夫。这句台词当中的上辈子意思呢就是前世，我们也可以说这辈子意思就是今世。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说一辈子，一辈子的意思呢就是整个一生。很多男生在求婚的时候会说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那很多时候在最后呢被证明是假的。在我小时候有的时候不听话，然后我的妈妈就会说我上辈子欠你的吗？这不是说我妈妈真的相信有上辈子，而是她觉得就是为什么我这辈子那么辛苦的照顾你，你还不听话呢？就好像这感觉就是我上辈子欠了你的，所以我在这辈子要这么辛苦的照顾你，然后你又不听话，等于说我要把上辈子欠你的东西还给你。那这句话呢其实还是我们说的蛮多的。那如果你经常看中国电视剧的话，你应该可以在电视剧里面听到过这样一句话。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我们在今生遇到的一些人，就是莫名其妙的，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那么喜欢他们，为什么那么愿意为他们付出，即使有的时候他们伤害你，你还是愿意待在他们身边。那就我们中国人的想法呢，可能会觉得是不是在上辈子的时候你对他不好，或者他对你特别好，所以呢你欠了他什么，在这一辈子呢反过来你要把所有上辈子他对你的好都在这一辈子还给他啊，有一点像绕口令似的。现在呢有一个比较流行的治疗方式叫量子催眠，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我其实没有具体的了解过
量子催眠到底是怎么做的，但是我听说很多人在催眠的过程当中呢，都能看到自己的前世。今年在我生日的时候呢，我有一个朋友想送我一个生日礼物，就是让我去做一次量子催眠，但是当时呢我没有敢接受，因为我不知道自己会看到什么。但是现在其实我还挺后悔的，因为我真的很好奇，就是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呢？那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谁做过这个量子催眠？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交流一下，记得给我留言。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儿，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在今天的视频当中出现的一些有用词汇。民间传说、文学作品，一模一样，形容完全相同，没有什么两样。这两幅画一模一样，很难说它们谁真谁假。站在我面前的他，高大英俊，和我想象中的一模一样。报答，意思是用实际行动来表示感谢。我帮助别人，并不是想要别人的报答。他对我这么好，我真不知道怎么报答他。注定，意思是由某种客观规律或命运预先决定，不可避免，不是人力可以改变的。你现在不努力学习，注定考不上大学。有些人相信这辈子能不能发财是命中注定的。他们分开好几次，最后还是走到一起，这是命中注定的。欠，借了别人的没有归还，或该给别人的没有给。他欠我的钱到现在都没有还。他当年无偿帮助了我，我心里一直觉得欠了他的人情。莫名其妙，只说不出其中的奥妙，表示发生的事情很奇怪，解释不出道理来。他在会议上的表现真是莫名其妙。我不想回答这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儿了。不知道是不是今天的内容稍微有一点难，你们有没有听懂呢？你可以留言告诉我你们听完以后的感受。非常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